Hello， 大家好，我是Alden。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我自己平时申请 SSL 证书常用的 SB 客户端 SB.sh。这是一款用校脚本开发的 SB 客户端，安装和使用都非常简单。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会分几期视频和大家演示。本期视频主要演示如何安装基本的命令使用、CA 的对比以及常用 CA 的设置。在开始之前，你需要准备一台服务器以及一个域名。视频中我会通过 CentOS 和大家演示。还没有订阅 DV 分享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一下，谢谢大家。首先我们打开它的官网，它的官网就是 SB.sh。打开这个网站，它会自动跳转到它官方的 GitHub 仓库。我们点开 Wiki， 点开 Page， 搜索一下 Install。 我们先来看一下安装前的准备。因为它这个项目是使用校脚本来开发的，基本上常用的 Linux 发行版都是可以使用的，所需要的依赖不多，一般 Linux 都是自带安装好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它这里有个 Socket 的一个依赖软件。Socket 是一个网络工具，它在这里的作用是用于支持 Standalone 模式，也就是独立服务器模式。这种颁发证书的模式适合当前服务器没有运行 Web 服务的时候使用。所以如果你需要使用 Standalone 模式来签发证书的话，这里就必须安装 Socket。 我们都安装一下，复制这个命令。因为我是通过 CentOS 来演示的，所以我复制下面这条命令。接下来打开 SSH 终端软件，连接到VPS 服务器，把这条命令粘贴进来，回车执行。我们接着打开文档，再次搜索 Install， 点开 How to Install。 官方文档这里提供了几种不同的安装方式，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我这里就用第一种，把这个命令拷贝下来，回到终端，粘贴进去。需要注意的是，后面这里指定了一个 email 的参数，这个参数主要是用于 Let's Encrypt CA， 建议大家最好需要修改为自己的实际邮箱，如果填错了非法的邮箱，可能会导致颁发失败。把这个邮箱修改一下之后，我们回车执行。如果你看到 Install Success 的话，就代表已经安装成功了。这是它安装的目录，这是它主程序所在的路径。它还设置了一个别名，用于直接使用 SB.sh 这个命令来直接运行程序。当然你需要重新打开终端才会生效。如果你不想重新打开终端，你也可以使用刷命令来刷新这个配置文件也是可以的。刷新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运行这个命令了。它在最后还安装了一个定时任务，可以使用 concat 这个命令去查看一下。使用-L 参数，可以看到它这里安装了一个定时检查任务。这个定时任务的主要作用是用于检查证书是否快过期了，如果快过期的话就会自动续订。OK， 安装就和大家演示完了，非常简单。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 SB.sh 常用的命令。为了给大家看到实际的效果，我打开我另外一台正在运行 SB.sh 的主机和大家演示。我们先来看一下帮助命令。帮助命令很简单，我们什么都不加，直接运行这个命令就可以列出它的一些帮助的一些信息。如果我们有其他不懂的一些参数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看这个帮助文档也是可以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干 H 参数，也是达到一样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升级命令。如果我们需要升级这个程序，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个刚刚 upgrade 的一个参数来升级这个程序。如果我们想设置为自动升级，我们在后面再追加一个-auto -upgrade 命令。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设置为自动升级，以后我们就不用管这个程序升级的一个问题了。
接下来看一下查看证书的列表，我们在后面添加个杠杠 list 参数就可以查看证书的一个列表了。可以看到我这里是签发了3个域名的。第一个列表第一项就是这个主域名，第二项的话就是这个 key 的一个长度。我这里是签发的是 ECC 证书，所以这里是显示了 ECC-256，后面的256代表这个证书的一个长度。第三项的话就是一个这个证书所支持的一个域名，我这里是签发的是通背符证书，所以我这里是显示新点这个域名的一个名称。如果你是签发了一个多个证书的话，这里它会显示所有这个证书支持的一个域名。第四项的话就是签发的这个CA 证书的机构，我这里是通过谷歌来签发的。然后最后2项是一个签发的一个日期以及这个跟进的这个日期。这里所显示这个跟进的日期时间并不是这个证书的过期时间，而指的是这个证书在什么时候需要去重新去签证。这里日期一般都是你这个证书过期前的一个30天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查看配置信息，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个杠杠 info 的一个参数，就可以查看我们当前的所有一些配置信息，包括工作目录、配置目录以及自动更新的一个标志，还有这个邮箱的一个配置，还有一个 default 的一个 CA 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地址。如果我们想查看我们某一个域名的一个配置信息，我们可以在杠杠 info 后面再加一个杠 D， 然后填上我们这个域名，我们就可以查看我们域名的一个配置信息了。接下来看一下续期证书的一个命令。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手动去续期的，因为它会自动去根据这个定时器去检查所有证书的一个过期时间，如果它快过期它会自动去续期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手动续期这种方式去实现。首先我们可以添加杠杠 point 参数来直接手动运行这个定时任务，来检查所有证书是否是快过期了，如果是快过期它会自动去续签。可以看到我这里运行的结果，所有证书都是一个跳过的一个结果，因为它并没有到达这个续签这个时间。当然你也可以添加这杠杠 for 这个参数来强制它去更新这个证书的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想要手动去续期某一个域名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杠杠 renew 参数，然后杠 D 参数指定我们需要续期的一个域名。我们运行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它同样是跳过的，因为我们这个续期时间是还没有到的。当然你也可以添加这个杠杠 for 参数来强制它去刷新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一部分，它这里其实是有个警告的，它这里意思是我们当前这个域名它看起来像是使用了 ECC 的一个证书，所以我们是不能这样子直接去续签的，即使它达到了这个续期时间也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在后面再加个杠杠 ECC 这个参数，我们才可以去续签。当然我们如果是使用是 ISA 的一个证书类型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加这个的。可以看到我们加了这个杠 EC 的话就没有那上面这一句话了。最后我们可以通过杠杠 renew 然后杠2来刷新所有的这个证书。其实它看起来是跟我们的一个杠杠 con 参数是差不多的，也是刷新所有的这个证书。如果你证书没有达到这个跟进这个时间的话，它同样也不会去续期的。如果你要续的话，你同样是需要添加这个杠杠 for 的这个参数。接下来看一下移除证书，我们可以添加这个杠杠 remove 这个参数来移除某一个证书。它这里移除的意思并不是指我把这个证书给删了，它的意思是停止这个证书的这个续期，也就是之后我就不会去自动去续期或者是管理它了。但是我之前签发的这个证书它是还是保存在这个项目的这个根路径里面的，所以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我就不和大家演示，因为我如果移除的话我还要重新添加回来。最后和大家讲一下安装证书的命令。
如果我们颁发完证书，我们的证书文件是存在这个 sb.sh 这个 home 目录里面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证书文件都是存放在这里面来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直接使用这里面的一个证书文件，因为这个目录里面的证书文件是随时可以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一般使用的话，我们是使用安装命令来把它复制到其他地方，我们才可以这样来使用的。使用杠杠 -init 杠设参数来安装这个证书，杠 -d 参数来指定你需要安装这个域名。然后接下来我们指定杠杠 key 杠 file，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指定我们这个证书文件安装的这个路径。我这里就简单的和大家演示一下，我把它安装到 etc 目录的 entrance， 然后 SSL 下面的这个域名的名称，然后点 key 这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添加这个杠 full chain 杠 file， 这里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证书文件，下面这个是上面这个是密钥文件，下面这个是证书文件。同样放到 etc entrance 下面的 SSL， 然后域名 CR，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指定这个 CA 的这个安装路径。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上面这2个文件就够了，如果你需要这个 CA 文件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拷贝过去，同样放到这个SSL 目录下面，点 CA 点 CR。最后的话，我们通过指定这个杠杠 reload cmd 命令这个参数来指定我们重启的一个命令，也就是当我们执行完这个安装命令之后，我们需要重启这个 entrance。这里只是和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是其他程序的话，你也可以指定这个相关的一些脚本命令。这里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证书安装到指定这个目录下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程序是正在运行的，是不会生效的，所以我们要刷新这个程序。这里我们就和大家演示一下entrance 的一些策略。我这里的话就是重启一下这个 entrance， 重启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证书给生效了。OK， 我们执行一下，可以看到它这里执行报了一些错，没有找到这个目录。它这里意思是它这个目录是没有创建的，我们把这个目录创建一下就可以了。杠 P 参数来去递归去创建，我们把这个目录创建好之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可以看到它这里现在已经是安装成功了。把这个证书 CA 文件安装到哪里，把这个 key 安装到哪里，把这个full chain 这个文件安装到哪里，然后最后它会运行这个system control restart 这个 entrance 这个命令来重启这个 entrance， 只不过它没有找到这个单元，也就是我们这台服务器是没有 entrance 的。这里只是和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效果。我们再来回到这个目录里面去看一下这个证书文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把这个证书安装到指定的一个位置了，就代表我们的一个安装是已经成功了。证书安装是要在证书颁发之后才能执行。下期视频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如何颁发证书，请大家订阅频道支持一下，谢谢大家。常用的命令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看一下 sb.sh 支持的 CA 以及它们的不同。我们再次打开文档，点开 Page， 然后点开 CA 这个页面，它这里提供了一个对照表格，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它这里支持了5家的一个CA 机构，分别是 Let's Encrypt General SSL、谷歌 bypass.ssl.com。然后第一列的话就是 CA 的这个名称，第二列这个 backslash 它的话就是这个机构支持最长的一个证书颁发这个天数，这里单位是天，一般的话都是90天，除了这个 bypass 的话是最多支持这个180天。然后第三类的 ECC 的话就是这个机构是否支持颁发 ECC 这个证书。
然后第4列的话就是最大的这个签发这个域名的一个数量，前3家都是100，第4家 Bypass 是最多签发5个 ，SSL.com 最多是2个，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比较少用这2家，我都用前面3家比较多一点。然后第5列的话就是这个 Wildcard， 也就是这个通配符证书泛域名这个证书，前3家都是支持的，然后后面这2家是要付费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我不会选用下面这2家的这个原因。然后下面这2列的话就是一个 IPv4 和 IPv6 这个证书，也就是这个 IP 证书，它这里都是不支持的。然后倒数第2列的话，这个 Not After 的话，它这里的意思是是否可以通过指定这个刚刚 validate to 这个参数去指定这个证书这个过期这个时间。我们可以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打开这个page， 点开这个下面这个有个validate 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2个参数，分别是 validate to 一个这个valid 这个 from， 也就是这个指定这个 to 这个参数的话，就是代表这个 not after 这个字段，也就是这个证书这个有效时间。它这里是大部分都是有2个是支持的，其他都是不支持的。这个参数我们用的比较少，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关心这个。然后接下来看一下最后这个 IDN 的话就是一个国际化域名的一个支持，这里除了谷歌不支持的话，其他都是支持的。然后什么是国际化域名，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国际化域名的话，就是一般都是一些特别的一些国家名称为后缀的一些域名了。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大陆的话是支持到中国结尾的这个域名的，这些我们一般都很少去用。如果你有这些域名的话，你就看一下它你这个机构是否支持了，因为谷歌是不支持这个国际化域名的。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情。然后 CA 的一个对比就和大家讲到这里。最后和大家讲一下我自己常用 CA 的配置方法，分别是 ZeroSSL、Let's Encrypt 还有 Google。首先是 ZeroSSL， 目前 Smith.sh 的 CA 就是 ZeroSSL， 它的配置方法有2个，第一个是通过邮箱，第二个是通过 EAB 凭证。我们先来看一下邮箱的配置。回到我刚才的服务器，首先添加个刚刚 reject 刚account 的一个参数，然后添加刚刚 server 的参数。刚刚 server 的意思是 CA 服务器的一个地址，我们可以从这里查到，文档这里搜索 server， 点开 server 这个页面，这里有一个表格，第一列就是一个 subnet， 第2列的话就是这个服务器的一个地址。我们这里的刚刚 server 这个参数后面可以跟这个地址，也可以跟这个短的这个别名，一般我都是用这个短这个别名，这个比较好记。然后我们这里指定 ZeroSSL， 然后后面再加个杠 M 这个参数，指定这个邮箱。大家这里填我们自己的邮箱就可以了，然后回车。然后它这里的话就是创建一个账号，然后没有这个 EAB 凭证，然后就获取一个，然后注册账号这样子，然后注册了返回一个账号的一个指纹。这种方式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第2种方式就是通过手动注册 ZeroSSL 账号，然后获取这个EAB 凭证来设置。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需要打开 ZeroSSL 的官网，然后我们登录一下，没有账号的话你可以自己先去注册一下，我这边已经有账号，所以我是直接登录了。登录成功之后，我们点开这个开发者，点开开发者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有个生成的 EAB 凭证的一个按钮，我们点一下。
它就会生成一个 EAB ID 还有一个 EAB HMS 的一个 key， 我们把它拷贝下来，先把它保存起来，因为你一关闭的话，它这里的话就不会再获取得到了，它是一次性显示的。然后点完成，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终端，同样是添加个刚刚 reject 的一个参数，然后刚刚 server 同样是接入 SSL， 后面的话我们就跟个刚刚 EAB-KID， 然后这里的 KID 的话就是获取我们刚才拿到这个 ID， 把它粘贴进来，然后再指定一个 EAB-HMAC-key 这个参数，同样指定我们刚才获取到这个 key， 把它粘贴进来，然后回车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它这里打印了一个 Ready Register， 下面的账号指纹也是跟刚才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刚才是配置过了，它现在是重复配置，所以是不会生效的。如果我们需要重新配置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 CA 的一个配置给删除了，然后就可以重新配置了。首先我们进到 SB 的一个目录里面，然后再进入到 CA 这个目录，可以看到它这里是有一个接入 SSL 的一个配置目录的，我们把这个目录给删除掉，然后我们再来重新执行我们刚才的命令。它这里就会显示一个 reject 一个单词，而且下面的这个账号指纹也会重新刷新。一般我都不会这样子去做，这里只是和大家演示一下。接入 SSL 的一个配置方法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配置一下 Let's Encrypt。它的配置方法其实和接入 SSL 是差不多的，同样需要指定刚刚 reject account 参数，然后指定刚刚 server， 这里填的就是 Let's Encrypt 的那个 subnet 了。然后我们回车，可以看到已经注册成功，并返回了一个账号指纹。我们还需要把它设置为默认的 CA， 指定刚刚 set-default-CA 参数，然后指定刚 server 需要设置为默认 CA 的这个服务，这里同样是填 Let's Encrypt。这样子我们就已经设置成功了。最后和大家演示一下 Google Public CA 的一个配置方法。首先你需要有一个 Google 账号，我们打开 Google Cloud 的控制台，输入 console.cloud.google.com。 第一次打开的话，如果你没有使用过的话，它会有一个同意这个用户条款的一个窗口，选择这个国家，然后同意，然后继续，然后我们就可以进来这个页面了。接下来我们点开左上角这个 Select a Project，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New a Project， 新建一个项目，这里项目名称可以自己定义，然后点击这个创建。它这里显示正在创建这个项目，这里创建成功之后，我们点击这个 Select Project， 进入到这个项目里面。进入到这个项目里面之后呢，我们就是可以点这个API， 点到进去这个 API 和这个服务这里，我们点这个 Libraries， 我们在这里搜索这个 Public CA， 我们打开这个第一个选项，我们需要启动这个 Public CA 这个 API。
启用成功之后，我们点开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启动这个激活这个 Cloud Shell， 也就是这个 Cloud 这个控制台这个这个控制台页面，我们点一下，下面的话它就会启动一个控制终端的一个窗口。我们把它拉上面一点，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控制台里面了。首先我们输一个命令，它这里其实是有提示的，我们需要把它切换到我们这个当前这个项目里面来。首先我们查看一下我们当前这个项目这个 ID， 我们点开这个项目列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ID 了，把它copy下来。然后回到这个终端，输入这个 Google Cloud， 然后 config set project， 然后把这个项目这个 ID 粘贴进来，然后回车，授权。这条命令的意思是把当前这个 session 切换到这个项目里面来。这里如果你看到黄色这个项目这个 ID 的话，就代表已经成功了。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配置这个生成这个 EAB 这个凭证。我们输入 Google Cloud copy CA external account account， 然后keys， 然后 create， 大家跟着我这样去抄这条命令就可以了。然后回车，它这里的话就会返回一个key ID 以及这个 base60 倍这个 mask key， 我们先把它copy下来。接下来我们配置一下，它的配置方法其实和刚才配置 0xSL 是差不多的。同样需要指定一个 register account 这个参数，然后刚 entrance 指定一个邮箱，大家填自己邮箱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填一下看看 server， 这里的话就是填 Google 了。然后回车，我们换一行来写。接下来我们需要指定这个刚刚 EABKID， 我们把刚才这个粘贴过来，然后换行，刚刚 EAB 刚 HS 刚 key， 同样把它粘贴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车执行了。可以看到我们同样是注册成功，也返回了一个账号的一个指纹。接下来我们同样需要把它设置为这个默认的 CA 就可以使用了。刚刚 set default CA， 然后指定这个 server，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这个Google CA 设置为一个默认的一个 CA 了。需要注意的是 ，Google CA 的 EAB 凭证是无法重复使用的，只能用来注册一个账号。如果你需要注册多个账号的话，你需要重新申请多个这个 EAB 凭证。还有一点就是 ，Google Cloud 下面的一个项目，如果你把它删除的话，关联到这个项目里面的所有这个SV 的账号都会全部失效。也就是你如果把它上面我们申请这个Google Cloud 这个项目删除后，你就无法续订或者是颁发新的一个证书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测试一下，进入到 sme.sh 的工作目录里面，
接到 CA 目录，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已经有3个目录了，也就是我们刚才配置的这个3个 CA。我们把这个谷歌 CA 的这个目录给删除了。我们再来重新去配置一下刚才我们这个命令，看能不能重新注册上。可以看到它这里就已经返回一个错误信息了，就大概意思就是你这个EAB 凭证已经使用过了，而且它是从生成到过期只有7天这个有效期了，就指引你去重新申请，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了。OK， 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已经演示完了，下期视频我会和大家分享如何通过 Web Loop 模式、Entrance 模式以及无状态模式来颁发 SSL 证书。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大家订阅点赞一下，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